2024年3月，住在丹麦的台湾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居留证上国籍栏位被悄悄改成了中国，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任何解释，就这样被改了。台湾人去找丹麦的国际招募及整合署抗议，得到的回复更是令人火冒三丈。对方冷冰冰地说，这不是错误，因为丹麦政府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他们还补充说明，这是丹麦移民与融合部在2025年5月发布的标准化政策，要求所有单位把台湾人的国籍统一改成中国，甚至连中华民国4个字都不准出现，只允许在出生地栏位保留台湾2个字。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欧洲国家不是都这样吗？一个中国政策吗？大家都差不多。但问题是，丹麦做的这件事在整个欧盟里面是独一无二的。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佛斯比明确指出，丹麦官方的一中政策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从来没有承认过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也就是说，丹麦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这个行政作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长期关注丹麦对台关系的友台组织丹麦台湾角主席丹尼尔森更是忧心忡忡地说，丹麦是目前欧盟唯一采取如此激进做法的国家，这显示丹麦的一中政策已经明显向中国立场倾斜了。那么问题来了，丹麦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北欧小国，国防军队规模比纽约市警察局还小，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间点对台湾下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把目光从哥本哈根移开，看向北方那片冰天雪地的世界。各位，故事才刚刚开始。2025年底，美国总统川普做了一件震惊全球的事情，他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瑞为格陵兰特使，并公开宣称要拿下格陵兰，声称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得到它。2026年1月，川普在军事攻击委内瑞拉并逮捕马杜洛之后，再次强调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他甚至对8个北约成员国加征 10% 的关税，包括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在格陵兰问题上让步，关税将在6月升至 25%。 格陵兰是什么地方？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面积超过216万平方公里，大约是60个台湾那么大，但人口只有不到6万人。全岛 80% 被冰层覆盖，位于北极圈内，名义上属于丹麦王国，但自2009年起已经获得高度自治权，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总理。丹麦每年提供大约5亿美元的补助金，占格陵兰 GDP 的 20% 以上。换句话说，格陵兰离了丹麦的钱就活不下去，但格陵兰人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独立。那川普为什么非要格陵兰不可？这里面有3个关键原因。第一，军事安全。格陵兰西北部有一座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前身是图勒空军基地，部署了 F-35 战机，负责弹道飞弹预警和太空监测。这是美国本土面对俄罗斯和中国远程导弹威胁的第一道防线。川普多次提到的黄金穹顶飞弹防御系统，就需要格陵兰作为关键节点。如果有一天俄罗斯或中国的导弹飞越北极，攻击美国本土，格陵兰就是拦截的最佳位置。第二，稀土资源。格陵兰地底下蕴藏着全球排名前列的稀土矿藏，包括铀矿。稀土是制造手机、电动车、战斗机雷达等高科技产品的关键材料。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2024年美国进口的稀土有 77% 来自中国，日本 60% 的稀土依赖中国，欧盟也有 46% 仰赖中国供应。中国不仅掌握全球60%以上的稀土开采量，更垄断超过80%的精炼产能。换句话说，中国随时可以卡脖子。如果美国能拿下格陵兰的稀土，就能打破这个致命的依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北极航道。各位，这才是整盘棋局的核心。随着全球暖化，北冰洋的冰层正在加速融化。科学家预测，最快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北极浮冰可能完全消失。一旦北极航道全面开通，从中国到欧洲的航运时间将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 40%， 节省7到15天。格陵兰的地理位置恰好处在3条北极新航道的要冲之处，进可攻，退可守。谁控制了格陵兰，谁就控制了未来全球贸易的海上高速公路入口。
好，现在我们把中国拉进这个故事。2018年1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在里面自称为近北极国家。注意这个词，近北极国家。中国离北极圈最近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漠河，距离北极圈大约1400公里，说近也真的是很近了。但中国才不管这些，他们在白皮书里明确提出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把北极航道纳入一带一路的战略版图。冰上丝绸之路是什么概念？简单说，就是沿着北极圈画一条线，连接东亚、北美和西欧3大经济中心。这条航道从中国东部沿海出发，穿越北冰洋，直达欧洲。2025年，一艘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的货轮走北极航道只用了20天就到达英国，而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大约40天，省了一半的时间。中俄在北极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入。俄罗斯因为遭到西方制裁，资金不足，中国趁虚而入，以120亿美元挹注完成了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拿下了大量股份。2024年底，中俄正式启动北极航道合作分委会，这是官方层面的制度化合作。中国目前拥有4艘科学考察破冰船，还有传闻将建造核动力破冰船。中国船舶集团的首席专家公开表示，未来有望攻克重型破冰船技术，届时可以全年在北极运作。但中国在北极的野心不只是航道和天然气，他们的眼睛早就盯上了格陵兰。中资企业多年前就大举进驻格陵兰，主要目标是克瓦纳湾的稀土和油矿，那里拥有全球第2大稀土矿场。2025年10月，中国货船出现在格陵兰附近海域，引起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高度警觉。川普随即下令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将格陵兰列为优先情报目标，加强对格陵兰资源、基础设施和政治动向的监控。现在你明白了吗？格陵兰不是一座普通的冰岛，它是21世纪大国博弈的新战场。谁控制了格陵兰，谁就掌握了北极航道的咽喉，谁就打破了中国的稀土垄断，谁就切断了中共通过冰上丝绸之路向北半球投射影响力的后路。好，现在我们回到丹麦和台湾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微妙的事？丹麦在2024年悄悄把台湾人的居留证改成中国，恰好就发生在川普开始对格陵兰施压的同一时期。丹麦一边拒绝美国的格陵兰要求，一边却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示好，这是巧合吗？让我们来看看丹麦和中国的关系有多深。丹麦是第2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早在1950年就建交了。2008年，中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丹麦在华企业大约500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诺和诺德，全世界最大的减肥药和糖尿病药物生产商，以及马士基，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截至2025年6月，丹麦对中国的累计投资达到53.7亿美元。丹麦的经济命脉有很大一部分和中国市场绑在一起，但问题是，丹麦在面对美国施压时，处境已经越来越艰难。川普要格陵兰，丹麦说不卖；川普加关税，丹麦扛不住。欧洲盟友虽然口头上支持丹麦，但大家都知道，欧盟根本无法和美国硬碰硬，北约更不可能为了格陵兰和美国翻脸。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丹麦可能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示好，换取中国在其他议题上的支持，或者至少是沉默。但丹麦万万没想到，台湾这次不忍了。2026年3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记者会上直接开火，严厉谴责丹麦政府护从中国的外交叙事，明确表示丹麦的做法不仅违反欧盟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也有违民主与人权原则。萧光伟警告，如果丹麦政府不积极回应台湾的更正诉求，继续屈从中国压力，台湾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而台湾确实动手了，外交部对丹麦驻台代表处降低了外交特权规格，这在外交语言里是很严重的信号。同一时间，台湾对韩国也祭出了类似的反制措施。韩国的电子入境卡系统把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台湾外交部下了最后通牒，要求韩方在3月底之前改正，否则4月1日起，台湾的电子入境登记表会把韩国的英文名称从 Korea Republic of 改成 Korea South。
外交部长林佳龙甚至暗示可以把首尔改回汉城。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在脸书上发了一篇犀利的文章，标题叫《丹麦股市最悲情：3个国家的不同命运》。他指出，欧洲股市频频创新高，但丹麦股市却一路暴跌，从将近3000点跌到1300多点。原因就是撑起丹麦经济的2根大柱折断了。哪2根？一根是诺和诺德，另一根是马士基。诺和诺德的减肥药销售受到竞争冲击，马士基的航运业务则受到全球贸易变局的打击。丹麦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还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走钢丝，现在又得罪了台湾。你可能会问，得罪台湾有什么关系？台湾又不是什么大国。错了，台湾是全世界半导体供应链的命脉，台积电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芯片，没有台湾的芯片，你的手机做不出来，你的电脑做不出来，你的 AI 做不出来，你的飞弹防御系统也做不出来。丹麦得罪台湾，等于是在半导体时代自断一臂。而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它的战略价值和外交能量远远超过它的体量。现在我们来谈谈最精彩的部分，台湾在这场大博弈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答案是，台湾可以力挺美国拿下格陵兰，从而切断中共的北极后路。怎么做？首先，台湾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格陵兰的稀土要开采出来，需要大量的高科技设备和精密加工技术，稀土精炼更是需要先进的化学工程能力。台湾的科技产业完全可以在格陵兰稀土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果台湾和美国联手开发格陵兰的稀土资源，就能建立一条完全绕过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中。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对台湾自身的科技产业安全也是一大保障。其次，台湾可以在北极议题上提供外交支持。虽然台湾不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但台湾在国际科研和环保领域有相当的影响力。台湾的远洋渔业船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之一，对极地海域的航行和作业并不陌生。台湾可以通过科研合作、环保倡议等方式，间接支持美国在北极的战略布局。第三，也是最直接的一招，台湾可以用经济手段惩罚丹麦。丹麦企业在台湾有不少投资和业务，台湾消费者也大量使用丹麦品牌的产品。如果台湾对丹麦企业施加压力，限制其在台湾的商业活动，或者提高贸易门槛，这对已经深陷股市暴跌的丹麦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关键的是，台湾的反制行动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美中博弈的大棋局中，任何国家如果选择在台湾问题上讨好中国，都将付出代价。这个信号不仅是给丹麦看的，也是给全世界所有正在观望的国家看的。让我们再把视角拉远一点，看看整个北极棋局的全貌。2026年1月，川普对8个北约国家加征关税之后，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赴华府与美国副总统范斯和国务卿卢比欧会谈。丹麦的底线很明确，主权问题不能碰，但安全合作可以谈。美国这边则在探索各种替代方案，包括99年租约模式和自由联合协约模式。所谓99年租约，就是仿效当年英国租借香港新界的模式。美国不要求丹麦割让主权，而是签一份长达99年的租约，取得格陵兰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权。为了拉拢格陵兰居民，美国还提出了一系列诱因，包括发放现金补贴、给予美国公民身份、免除联邦所得税以及完全的贸易零关税待遇。在19世纪的国际惯例中，99年就等于永久。当年英国也是这么想的，99年后清朝可能早就不存在了。而自由联合协约模式则是参考美国和帛琉、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关系。在这种模式下，格陵兰可以先脱离丹麦独立，然后和美国签署自由联合协约，由美国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格陵兰保留内政自治权，但国防和外交由美国代管。无论最终采取哪种模式，结果都是一样的。美国将大幅增加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和资源控制能力，而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噩梦。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计划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和欧洲，绕过美国控制的传统海上航线，
如果美国拿下格陵兰，等于在北极航道的关键节点插上了一面星条旗，中国的船队要走北极航道，就必须从美国的眼皮底下经过。美国可以随时监控，随时拦截，随时封锁。冰上丝绸之路还没建成，就已经被美国掐住了脖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的稀土资源一旦被美国掌控，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垄断地位就会被打破。中国一直以来用稀土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动不动就威胁限制出口。但如果美国有了格陵兰这个替代来源，中国的稀土牌就失去了大部分威力。所以你看，丹麦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示好，看起来是在得罪一个小岛，但实际上是在一场涉及整个北半球未来权力格局的大棋局中走了一步臭棋。因为丹麦的这个举动等于是告诉美国，你看，丹麦连台湾都可以出卖它，在格陵兰问题上又怎么可能真正站在美国这边？而台湾的反制行动恰恰证明了台湾在这场大博弈中的价值。台湾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矮化和牺牲的棋子，而是一个有能力、有意志、有战略眼光的玩家。台湾力挺美国拿下格陵兰，不是为了报复丹麦，而是为了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北极争夺战中，为自己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2026年3月，最新消息传来，美国正在与丹麦秘密谈判，希望在格陵兰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外，再取得3处新增防御区域的使用权。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吉洛将军透露，丹麦和格陵兰方面高度合作，同时丹麦宣布将提前举行大选，格陵兰独立议题成为选战焦点。格陵兰的反对党定向点党领袖布罗伯格公开指责其他政党屈服于丹麦，并声称有人试图剥夺格陵兰的独立权利。一名定向点党的格陵兰议员甚至绕过格陵兰政府，私自前往美国会见川普政府成员，在只有 5.7 万居民的格陵兰引发了轩然大波。局势正在加速演变，丹麦想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两面讨好，但现实告诉他，这条路走不通。你向中国示好，就会得罪美国和台湾；你向美国让步，中国就会施压。而格陵兰自己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根本不需要美国来买，格陵兰就会主动脱离丹麦。到那时候，丹麦既失去了格陵兰，又得罪了台湾，还在中国那里换不到什么实质好处，真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美国和中国在北极的角力也远远没有结束。北极蕴藏着全球约 30% 尚未开发的天然气和 13% 的石油。北极海域的渔业资源每年产量约600万吨。随着冰层持续融化，这些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开采。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光是格陵兰东北部海域就蕴藏约310亿桶石油。这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整个美国目前已探明石油储量的1半以上。中国当然不会坐视美国独吞这块大蛋糕。中国已经在北极理事会获得了观察员身份，并且持续加大在北极的科考投入和商业参与。中国的破冰船雪龙号已经完成了北极3大航道的航行，实现了环北冰洋考察的壮举。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也已经开通了中俄之间的北极集装箱班轮航线。但格陵兰是中国北极战略中最薄弱的环节，因为格陵兰的地理位置恰好卡在北极3条航道的交汇点。如果美国控制了格陵兰，中国的北极航道就会被卡在一个巨大的瓶颈里。这就像是中国辛辛苦苦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结果发现收费站掌握在美国手里。而台湾在这个棋局中的位置就更加微妙了。台湾握有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这是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对抗中国的王牌。美国需要台湾的芯片来建造武器系统、AI 系统和通讯基础设施，而台湾也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御中国的武力威胁。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让台湾在美中博弈中拥有了远超其国土面积的战略影响力。当丹麦选择在居留证问题上向中国低头时，它不仅是在侮辱台湾的国格，更是在动摇美国盟友体系的信任基础。如果连一个北约成员国都可以在中国压力下出卖台湾的利益，那美国还怎么相信他的盟友会在关键时刻站在自己这边？所以台湾的反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尊严，更是在向美国证明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在大国博弈中不会退缩的盟友。台湾力挺美国拿下格陵兰，就是在用行动告诉全世界，
我们和美国站在同一边，我们愿意为共同的战略利益而战，而这恰恰是切断中共北极后路的关键一击。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场从一张居留证引发的外交风暴，背后折射出的是21世纪最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局。北极正在解冻，新的航道即将开通，新的资源即将被开采。谁掌握了北极，谁就掌握了未来。在这场争夺中，中国正在用冰上丝绸之路向北方扩张，俄罗斯正在用核动力破冰船巩固北极霸权，美国则试图通过格陵兰卡住北极的咽喉。而台湾这座太平洋上的岛屿，看似和北极毫无关系，却因为半导体技术、稀土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成为了这场大博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丹麦辱台的代价，不仅仅是失去台湾的外交善意，更是在大国博弈中暴露了自己摇摆不定的软肋。而台湾力挺美国拿下格陵兰，不仅是对丹麦的反击，更是对中共北极野心的一记重拳。你看，地缘政治就是这么奇妙，一张居留证可以牵动半个地球，一座冰封的岛屿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权力格局，一个小国的一个小动作，可以在蝴蝶效应之下引发全球连锁反应。而我们台湾，在这场改变世界的大棋局中，不是旁观者，不是受害者，而是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章节。我们或许小，但我们从来不弱；我们或许被打压，但我们从来不屈服。当全世界都在争抢北极的未来时，台湾也在其中，用我们独有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下出了一步精妙的好棋。